好，我是阿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非常有用的数据分析工具，以及对应的狗狗币和比特币的价格的一些趋势。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些 WSB， 也就是华尔街赌局的概念股 AMC， 因为狗狗币呢也是属于这其中的一员啊。那么我们关注 AMC 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们这个频道。那么我们这个频道呢，是着重于分析有关赚钱的一些资讯，涉及到加密货币以及美股的投资啊，美股投资会在后续慢慢的展开。那么会员区呢，会有一些移民类的视频。那么这里的会员区呢，是指YouTube 油管上的付费的会员。那么在其他平台，比如 B 站和头条上是没有的啊。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在这个频繁的问这个问题了。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那么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啊，他给我发了这么一个图片，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那么在推特上有一个人叫 Plan B， 他做出来的。那么他在网络上有3篇非常著名的文章。那么此人呢，发明了一种叫 SF 模型的理论。那么 SF 呢，就是指 Stock Flow。那么它是指存量与年产量的一个比例的关系，那么即现有存量需要多少年生产。那么 stock 呢，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这个存储量，那么 flow 就是今年的这个一年的产值。那么它根据这套理论，结合了目前世界上的金银啊等一些稀有的金属，比如说黄金的 SF 比是62，那么白银呢是22。那么我们简单说，就是如果你要生产出来目前人类商品社会所拥有的全部黄金的存量，你需要62年。那么白银的话是需要22年，铂金的话是需要 0.4年。那么一旦有人开始囤积这类贵金属，价格呢就会上升，同时产量也会跟着上升，导致价格下跌。那么如此看来呢，保值就很困难。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比特币，每4年呢产量减半的这个比特币，在刚开始的时候啊，每一次挖矿的激励是50枚的比特币，那么到今天呢，已经减成了 6.25 枚，而直到所有的比特币挖完，总量呢也不过是2100万枚，一个明显的流通量每4年下降的数字资产。可以说比特币是第一个稀缺的数字化资产，明显和黄金的性质是一样的。然后根据比特币的特质呢，Plan B 呢，它给出了一个算式啊，这个算式呢，我们在这里就不讲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去看它的这个算式。那么在第一篇文章里面，它给出了2020年到2024年比特币的价格会在55000美金左右啊，在上下浮动，预计呢最高会达到12万美元。那么第二篇文章它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这篇文章呢是发表于2020年的1月份，预测比特币的价格会围绕 7.3 万美元上下浮动。那么第3篇文章发表于2020年的4月份，又进行了一步的修正啊，他把这个 SF 模型变成了 S2F 这个模型啊，他预测比特币的价格将会围绕 28.8 万美元浮动啊。那么后来这个 Plan B 啊自己承认是管理着数十亿欧元资产，有着20多年的这个投资经验的，是一个机构投资者。那么目前来看，他说的这个55000美元已经到了，但是后来又掉下来了。但是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无法用它的模型进行解释的。那么我参考了我经常用到的谷歌搜索指数，大家来看这个图片啊，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大概，就是说这个谷歌指数上升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也是在高位，指数下降的时候价格也是在低位。那么根据这个简单的对比，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目前的价格是不是在底部了呢？那么我们对比一下最近的一个谷歌搜索指数最低点啊，它是2020年10月4号到10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对应的比特币的价格呢是10600美元左右。虽然呢它不是在最低点，但是呢几乎就是上冲的前夜了啊。然后我们看看指数的最近的这个高峰点是5月16号到22号，那么很明显的它不是最高点。那么由此呢，我们不能把谷歌搜索指数作为一个逃顶的一个佐证。那么逃顶的佐证呢，大家可以去看我昨天讲的灰度信托基金它的负溢价的这个关系啊。我今天翻了一下很多博主在3月份的时候他们做出的一个判断，我是非常惊叹他们当时的判断。很多注意到灰度溢价为负值的博主都认为当时啊，就是3月份的时候是比特币的大顶，虽然呢不是在最高点，大家都知道是4月份是最高点，但是呢那个3月份的时候你去逃顶呢也是非常划算的。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你可以通过 SF 模型知道比特币未来的一个价值，根据谷歌搜索指数最低点判断买点，那么根据灰度基金
负溢价可以判断卖点。当然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啊，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圣经一样来看，那么还要根据当时的一些消息面、监管层的打击力度，总之吧，要综合考虑，不能盲目的相信某一个指数啊。比如说这个技术方面 ，K 线也是仅做一个参考，消息面也是一个参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呢，也都是一个参考。大家呢，如果说把这所有的东西融会贯通起来，变成了一个综合的考量的话，那么你的投资可能会比别人会快一步。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一套理论呢，同样也用于狗狗币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SF 模型是不适用于狗狗币的，因为狗狗币它不是缩量的。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谷歌指数对应狗狗币呢，还是值得研究的。大家看下面这张图片啊，狗狗币的价格波动几乎跟谷歌指数的波动是一致的。但是呢，你如果真的去仔细研究的话，还是能发现很多不匹配的地方啊。但是有一点非常关键啊，我之前提到过一次，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就是每当狗狗币的全球搜索指数变成100的时候啊，一定会有大跌出现，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我今天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到有人总结了，如果说你在今年的1月1号投资以下的几个产品，大家看这个图片，到5月31号的时候净值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其中狗狗币的回报呢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 AMC、GME 这些 WSB 概念股。那么华尔街赌局概念股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股票呢几乎都是被华尔街过度的做空。那么尤其呢是 AMC， 昨天的这个 CNBC 新闻，它采访里面居然有爆出这个 AMC 被naked short 的情况，就是裸卖空。那么裸卖空呢，是指投资者没有介入股票，而直接在市场上卖出根本不存在的股票，进行了裸卖空的交易者只有在交割日期之前呢买入股票，交易即获成功。由于裸卖空卖出呢不需要持有股票，量可以非常的大，理论上可以卖空比公司发行股数还多的这个数量，因此会对股价造成剧烈冲击。那么在次贷危机当中08年的次贷危机当中，裸卖空被认为呢是推动市场泡沫快速破裂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之前简单讲过，做空就是你要向券商呢先借一部分股票，然后呢抛售砸盘，等股价跌了之后呢，再从市场买回来还给券商。但是呢，这些华尔街公司呢竟然没有向券商公司呢去借这个股票呢，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会把这个公司搞垮，因为他们觉得疫情呢，这个电影院你肯定会垮掉。那么所以说他们就是放心大胆放肆到这种地步竟然叫裸卖空 AMC 的股票。那么没想到呢，这个 AMC 的这个 CEO 他叫 Adam， 他跟广大的散户呢竟然打成了一片通过增发股票融资他竟然活了下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疫情马上就要过去了，美国的疫情这个电影院就要开门了。我搜索了一下，我们这个当地的 AMC 已经开业了。那么华尔街的大空头裸卖空的股票，它在交割日之前呢必须要还回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股价竟然在上涨，因为什么呢？因为做空的这个人太多了，大家都要去买这个股票，所以股票呢变成了稀缺资源了。而散户们这个广大的散户们持有的这个 AMC 的股票，他们坚决是 hold 拿住不放，所以说这个股价呢是持续的走高所以说他们这个华尔街的空头们不得不数倍于之前卖掉的价格从这个二级市场买回来，那不然呢，等待他们的就是美国证监会的巨额的惩罚了。那么明天一早开盘的 AMC 呢，我认为将会是一场大战。大家如果这个没有做这个股票呢，也要去围观一下，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战况。那么这是今年的第2场华尔街赌局的大战。那么狗狗币呢，我相信会是第3场，让我们这个拭目以待。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能给你带来一些收获那么也别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素质3连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